接下来该怎么走呢？不知道往哪儿走了，看不清路了。完全拖到底部了。这条能让我走哭了的路，是一条冬季不被困几率几乎为0的路线。为了把我们的中国车开出国，我们选择了走蒙古国200公里无人区。当地牧民想走出去，也得边开车边铲雪。人生地不熟的我们，在这儿竟经历了叠满了 buff 的重重困难。难题1：蒙古国无人区里无法导航。进入之前，我在手机上下载了此区域的离线地图，并生成了路线轨迹。但这条路线呈现在眼前时，却并不是真正的路，仅仅是地上时有时无的车辙痕迹。路上面的雪也是越来越厚了，容易迷路，容易陷车。陷住了，又陷车了，第3次陷车，门都开不了，这雪太厚了。哇！怎么开到这种地来了？200公里路，我们总共深陷雪地里3次。让我发表感想。这你开的车，你发表一下。没有救援车，只有靠自己。遇事一点都不要慌，而老实巴交的干活。在蒙古高原上零下30度的寒风中，挖呀挖呀挖，老路虎不负所托。低沉有力的咆哮，最终冲出雪地。出去了。难题2：蒙古国无人区里吃什么？住在哪儿？其实草原上那么大，哪儿都可以停车，但是呢，到了晚上，如果是停在太偏僻、太荒凉的地方，是有一定危险的，因为晚上草原上可能会有狼。应该算是一个火车维护站吧？可能在这儿对付一宿啦。这地方狼可能不会有，但是来狗了，几个意思？这个。不让我过去，这车是你的啦。现在已经下午5点钟了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这地方也没有餐厅，也没有住宿，今晚上我们就只能在车里面休息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就是把车停在这块空地上休息了一晚，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们继续穿越蒙古国，但愿今天能够顺利到达俄罗斯。简简单单就是一顿早饭了。买的那个小脸吧，腮帮子都要痛了。这个已经被冻硬了是吧？看看我们在哪里吃早饭啊？这马也在外面吃他们的早餐，冲一杯咖啡，知足吧。一包够不够？节约着喝吧。出门在外呀，是开水也得节约，咖啡也得节约着。你叫我现在去手摇一杯咖啡，我宁愿不喝，提个神。我提一杯啊。好香啊！这个在车上也算是吃的挺好的了，有吃有喝。单独这匹马要穿衣服，估计这匹马就是刚出生不久啊，小马，抵抗力比较弱。难题3：来自南方的我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白毛蜂。手动驱兵，哎呀，磕不了，哇！外面的风雪太大了。漫天风雪下，我们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在雪地里乱撞。大风给零下30度的寒冷又添一把利刃，每一寸露在空气中的肌肤如被刀割。刚刚下去挖雪，这个手指头都已经冷得发疼了，要再冷一下会不会要截肢啊？现在整个手缓和起来了，这个手指头尖都还有一点发疼的感觉。没有戴口罩，然后我的脸上被吹的都跟起了干壳一样。地上表层都是雪，所以这个风一起来，前面的能见度就很低，空气中全部都是那种雪的颗粒，感觉就像起了一层雾似的，白茫茫的一片。这就俗称白毛风。一阵风雪过来，这个视线都模糊了，啥都看不清了。走这一趟，什么都见识到了，也不亏。难题4：我们过度自信，进无人区前没有往副油箱里加油，仅有主油箱里85升油，走200公里雪路，竟然被这只油老虎喝光了。这路又没了，走着就走到别人蒙古包那儿了。咱们还是问一下，俄罗斯。俄罗斯。OK，Thank you。出门在外，语言不通，照样不影响我问路啊。需要我问对一个字，俄罗斯，他给我一指，这路就铁定没错了。这还有多少油啊？1格油还下一点的，预计还有差不多50公里左右吧。但是如果真的是跑不到的话，那真的就可能就只有去找牧民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骑着马去给咱们加点油了。现在我们也不清楚这个前面的路况怎么样，油耗高不高啊？没有看到加油站之前，一颗心都是还是悬着的。现在咱们的平均油耗是36个。远处有小房子的那个方向，
就是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口岸了。终于来到俄蒙边境小镇上，走出了噩梦般的无人区。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解脱的心情却难言轻松。见底的油箱不允许我们再多走1公里冤枉路。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境口岸了，我们得找到加油站。油已经见底了。我们找了一个类似像兵站的一个地方，问当地人往哪里可以加油。那些士兵说了半天也没听懂，一个小伙子呢就直接说：“那我带你们去了。”然后他上我们车啊，然后直接边走边给我们引路。这得还得多亏了这小哥啊！咱们自己来走，就在这儿迷路的，而且这里的雪特别大。对，他们都是在这儿。常年都在这儿了，然后对这种路况特别的熟悉，基本上是不会陷的。对，终于加上油了。如果我不加的话，估计得摊在那个俄罗斯的口岸那个地方。在这儿的话，花了10万蒙图，加了37升，人加了200块钱的油，跑一阵了。蒙古国这个小哥特别热情，陪我们去加油啊，然后我们就拿了点那个车上的零食，还有2个那个二锅头啊，拿给他。就如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，9981难都还未结束。眼看到达俄蒙边境，我们想长吁一口气时，此行最大的麻烦才刚刚拉开序幕。